记我第一次读这本《寂静的春天》的时候，当时我还是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生，这本书是在必读清单上，所以我当时是抱着读课外教科书的心情去读这本书的。然后我那时候也对 Rachel Carson 没有那么多的好奇，但是我这次的重读我重新梳理了他的人生线，然后就被深深的撼动了。因为这是一个多么平凡又多么坚毅卓绝的女子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瑞秋的人生故事就是那种虽然不太幸运，但是总是可以咬着牙多努力一点就撑过去的那一种，我们身边一定会听过的那种平凡小民的故事。Rachel 在研究所毕业之后，她本来是想继续攻读博士班的，继续沉浸在自己热爱的海洋生物的世界里的。但是因为父亲去世了，妈妈需要人照顾，所以她只好放弃学业，离开校园，找个渔业局公务员的位置，稳定又有保障，也可以好好的照顾妈妈。是不是很像我们身边会出现的故事？但是安定的小日子里面却起了波折，姐姐去世了，留下2个外甥女需要人照顾。 Rachel 把他们接到家里，上有妈妈，下有外甥女，家里就靠她一个女人撑着，经济也开始拮据了起来。这时候渔业局的长官知道他文笔不错，所以就建议他可以试着投稿报章杂志赚点稿费，贴补点家用也好。于是结合他自己的海洋专业和从少女时代就没有停过的写作爱好， Rachel 开始写作投稿。没想到读者对他的文章回响热烈，于是 Rachel 就受鼓舞地持续着写着，从投稿到出书，1本书、2本书、3本书， Rachel 变成了畅销的海洋科普作家，用她优美的文笔带着一般的大众，用一种近于怜爱的方式，细细观察着属于海洋、海岸、海边生物的各种面貌。有了版税的收入， Rachel 不用再担心家里的经济，一家子的女眷也在 Rachel 的守护下安稳地度过了10多年。2个外甥女长大了，成了家，迎向属于他们的新人生。这个家回到只剩 Rachel 和老母亲，虽然家里变得有些安静，但日子还算惬意。这个时候生活又有了变故，外甥女去世了，留下一个年幼的男孩需要照顾。 Rachel 把男孩接到家中，并在乡间买了一个小居，开始计划起自己人生的下半场，要在平静的乡间度过。这段期间，一个长期关注环保生态的朋友希望他可以用他畅销自然作家的身份，写一本关于被视为农业救世主 DDT 其实骨子里就还是毒药，不只是造成很大的环境冲击，杀生物无数，最后这些负面效果还是会反扑回人类身上的书。大众明明有知情的权利，可是政府和化学制药公司都不想告诉大众真相的话，那这个真相就由 Rachel 来说吧。这之后的多年，相关的数据和资料都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，也该是开始着手撰写这个故事极尽春天的时候了。可是写书的日子可一点都不安宁，化学制药公司知道他要写这么一本惊世骇俗的书，又是威胁，又是骚扰，又是利诱的各种阻挡，从没停歇过。虽然这些都给了家中的老母亲和年幼的男孩带来困扰，但 Rachel 尽量不予理会，坚定地继续地写着。可以不理会化学制药公司，但是却没有办法不理会自己身体的警讯。这个时候 Rachel 发现自己的体力迅速的衰退，她的健康出状况了。医生诊断出是乳腺癌，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。医生劝她多休息，不要太劳累，好好的度过生命中的最后的日子吧。一直是家中支柱的 Rachel 决定对家人隐瞒自己的病情，不想让任何人担心，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活，1年、2年还是更短。与其好好的静养， Rachel 孤注一掷地选择了孤军奋战，一定要在死神把自己带走之前完成这本书。时光荏苒，又多花了3年多的时间， Rachel 终于完成了这本极静的春天。本来就纤细文静的她，身子也变得更为瘦弱，一阵风就要把她吹走似的。但对着这样的 Rachel， 化学制药公司在报纸上大骂她是那个歇斯底里的女人。极静的春天这本书一出版就畅销，
不仅引起了大众的关注，也吸引了国会的注意力。国会邀请他参与多场政府的听证会，说明他的资料严整性和正确性，参与政策辩论。这一场一场的听证会都是磨人心智的战斗。人们只觉得她是个瘦弱的年近耳顺之年的妇女，这个年纪了，身体上有些小病小痛也很正常，大家也都没有多想。然后在《寂静的春天》出版后2年，或许是过于劳累，或许是心愿已了， Rachel 的病情骤转急下，在老母亲和小外曾孙的陪伴下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享年58岁。这就是 Rachel 的故事。我不禁自问，要是我在生命的最后，会选择一个人孤独奋战吗？我的答案是不会。但是就是有些人像 Rachel， 即使生命到了尽头，也还是会给这个世界留下惊叹号。这本书就是 Rachel 留给这个世界的惊叹号。所以你说说看，这么一个绝望又坚强的故事，是不是比书本身更能感动人心？欢迎到我们盖亚绿私塾的盖亚绿读书参观选购哦，带你站在绿色思想的巨人肩上，培养更永续的未来竞争力。我是清慧博士，我们下堂课见嘿，拜拜。